一到冬天，取暖就是绕不开的话题。说到取暖设备，电油汀、踢脚线、暖风机和快热炉一直都是谁也不服谁。到底谁才能又保暖又省电呢？咱们直接开测。升温测试模拟日常使用情况，我们把测试地点选在了12平的卧室，测试仪放在离机器1.5米的位置，这也是平时用取暖器的舒适距离。在每台机器测试前，我们都会打开门窗，在室温降到统一的18度后，机器调至最大档，记录1小时的温度变化。直接看结论，踢脚线在前10分钟升温很快，后面就稳定在每小时上升0.5度。刚开机，手放上去就能感觉到温热了，这个用起来跟地暖比较像，是从脚底往上热的，不会头热脚冷，温度升高得很均匀。电油汀和快热炉温度变化比较相似，都说电油汀升温慢，但在测试环节并没有拉开差距。测试全程我都坐在机器旁边，感受下来，电油汀这种热传导的升温方式是这几款里热源最不明显的，但能明显感觉到室内温度的升高，属于低调实干性。快热炉刚好相反，用的是热对流加热辐射的升温方式，出热口能达到240度，靠近能感觉到明显发热。这几种升温方式没有好坏之分，就看大家的个人喜好了。暖风机升温是最慢的，1小时室温只提升了3度。再给它一次机会，我们又把暖风机拉近离温度计不到1米的距离，20分钟提升了0.5度，整体的升温速度还是比较拉垮。但为什么总会觉得暖风机取暖会更好使呢？大概是因为它的风感，这种热风直吹让人感觉踏实。还有一个影响舒适度的因素就是湿度。就体感来说，暖风机带来的干燥感是最明显的。内置风扇把热气吹出来的同时，也把空气吹得更干了。其他3款体感区别不大，不过温度升高，湿度下降也是必然。对于南方潮湿地区可能是刚刚好，北方的朋友可以备一个加湿器。对于这类不储热的取暖设备，保温效果就是加分项了。关机半小时后，快热炉是温度下降最快的，踢脚线下降了2.1度，暖风机虽然只下降了0.7度，但合理怀疑是因为温度本来就没上去。电油汀下降了1度，内部的导热油保温效果还是有的。那这些取暖器用一个冬天，电费会不会很贵呢？依旧用最大档进行测试，按照每天使用8小时，1个月30天计算，每月的耗电量给大家标在图上了，极差能有66块。除了能被量化的测试数据，再分别说说这几台不同的体验。摩飞的这款踢脚线很妙的一点就是可以3折叠，人多的话可以全打开围在沙发看剧，一个人取暖就可以全折叠，让它集中供暖。过完冬天也好收纳，放在柜子里轻轻松松。整机做到了 IPX 4级防水，浴室也能用，铜锁和倾倒断电都有，但是加热的时候外壳有点烫手，想调整位置的话要小心。加热噪音也不大，不过我们测试的这台有时候会发出噔噔噔的声音，不知道是不是个例。艾美特暖风机是这几款里最轻便小巧的，走哪拎哪，适合放在腿边这种近距离局部取暖。但刚刚测试来看，升温和保温效果都一般，而且因为它是靠内置风扇把热气吹出来，所以工作噪音也有点大，不适合睡觉的时候用。测试下来，我个人对电油汀比较有好感。格力的这个电油汀还配了一个加湿盒和晾衣架，冬天的小需求都被它考虑到了。机身带4个丝滑小滚轮，想放到哪儿直接推哪儿去。不过它有一个电油汀的普遍小问题，就是加热有一点异味，收到后先边加热边开窗散散味儿会好很多。小米快热炉是这4款里智能化做的最好的，回家前可以提前 App 操控，在家犯懒还可以直接呼叫小爱同学。同样做到了 IPX 4级防水、铜锁和倾倒断电。因为这款出热口温度很高，我们腰不太好的摄像老师发现了它的另一种用法，拍摄间隙搬个小凳坐在旁边烤一会儿会很舒服。不过电油汀和快热炉在收纳上要花点心思，因为机身比较大，柜子里是放不下的。我们在房间里搜索了一圈存放点，放在墙角或者是窗帘后面是我们能想到的比较遮丑的方式。网上还有躺倒塞在床底下的操作，可以参考一下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取暖器测评的全部内容了。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家电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